Wow, this is a nice car. 哎，欢迎来到最速燃机，这是2017 Alfa Romeo Giulia Quadrifoglio。如果我需要有一台车，既能玩，而且呢又不算太重，马力也够，家用，但是是后驱，那我觉得 Alfa Romeo Giulia Quadrifoglio 是你的不二之选。当时速达到12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，前面这个前铲会往下移一点，让整个车有更多的空气动力学。那么有的人会说了 ，Alfa Romeo 这个品牌是怎么来的呢 ？The Alfa Romeo 并不是一个太广为人知的品牌，至少是在华语圈里面。该公司于1906年成立。但是，一开始是一家法国汽车公司，成立于意大利分部，最初被称为 Società Italiana Automobili del Rack， 翻译成中文的意思是达拉克意大利汽车公司。创始人 Mr. Alexandre del Rack，A.K.A. Godfather del Rack， 是一位法国的投资家、工程师、自行车制造商和汽车制造商。但事实上 ，del Rack并不喜欢汽车赛车，事实上他根本不喜欢坐在车里 God damn it， 真的是一位非常纠结的人。达拉克公司生产的汽车已经占据了法国超过1/10的份额，并将他企业的重要部分卖给了英国投资者。但他对螺旋气门发动机的潜力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将其投入生产。尽管这对达拉克公司来说是一场灾难，但他仍然坚持将它放在达拉克的产品中。所以到了1910年，公司挣的钱无法让 The Rack happy， 于是公司进行重组后有了新的名字 Anonima Lombarda Fabbrica Automobili A.K.A. Alfa。 5年后，一位工程师兼企业家名叫 Romeo， 不是这个 Romeo， Nicola Romeo 投资给了 Alfa 的机动工厂，用于生产飞机发动机。Romeo 与 The Rack 相处了3年后，两人的感情迅速升温，来自意大利的热情与法国的浪漫，蹦啦啦。于是1918年2月3日，诞生了双方感情的结晶 The Alfa Romeo。 自此 Alfa Romeo 这个名字诞生了。我想你会问，这个屌玩意 logo 到底是个啥意思呀？左边这个红十字代表着城市米兰，也有十字军的意思。右边这个嘛，有点复杂，大家的猜疑也十分多样化。它是蛇，它是龙，它是舞动的彩虹，还是吃人的巨龙？就在2014年 ，Alfa Romeo 给出了官方解释，这个并不是吃人的巨龙，而是 human who's being purified and renewed， 正在被净化的和更新的人。那要是吃进去了，消化了又拉出来呗。讲到这里，我还没给大家介绍四叶草标的来历吧。一战过后的 Alfa Romeo 也发现自己还剩一大坨钱和一些车架。届时生产的车有 Torpedo 20 30匹马力，这是由 Alfa 的第一款汽车 Alfa 24 HP 的变种底。不是这个 Alfa Bro， we are talking about cars， what the，可选配24到30匹马力，30匹马力在今天看来跟没有一样，可那是100多年前呀，哥哥。几年后，一个满怀志气、斗志的年轻哥们 Enzo Ferrari 想作为车手加入车队。对，就是那个后来创办了 Ferrari 的那个 Enzo Ferrari。他在1920年 Targa Floria Race 获得了第2名。作为车手，
Enzo Ferrari 在 Alfa Romeo 期间总共获得了11次冠军，就尽力了，然后就当起了车队经理。他经理生涯的第一件事就是把 Vittorio Ianno 招聘进车队。Ianno 本来就是个很牛掰的一件事，进入车队后一心想为 Alfa Romeo 打下江山。说到江山，后来 Alfa 把自己变成了江山。Ianno 加入了几年后 ，Alfa Romeo 如同开了私府，直接 Unstoppable， 在赛场上无对手。在同一时间 ，Ugo Savage 这哥们是 Alfa Romeo 的传奇车手，但是总有些事情不顺。Savage 觉得自己好像受到了某种诅咒，总是让他与冠军擦肩而过。不管他在比赛中多牛批的操作，总有些意想不到的、神经病的、屌不拉几的事情发生，就对了。Shut down， Savage 受够了，于是一天他就在思考，想出了一个神招数。就在1923年 Targa Floria 比赛的前一天 ，Savage 找到当地的一名画家，来给赛车涂点拉花呀、标啊、符号这些。大家都知道，红色已经是赛车的代表色，代表着快。但 Savage 要的是运气，于是他让画家把象征着运气的四叶草用4方白打底印在了车上。Oh yeah， The Quadrifoglio。巧的是，从那以后，诅咒被打破了，运气来了 ，Savage 又行了，夺冠军了啦 Legendary， 但好巧不巧，就在一次比赛时 ，Savage 来不及给车辆涂上幸运的四叶草，可能是因为反制的作用 ，Savage 在那次比赛中嘎了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， 于是象征着4位车手的4方底变成了三角形，来缅怀逝去的传奇车手 Ugo Savage。 defeat， 这一部引擎呢 V6 90度夹角，没错，将法拉利 California T 的发动机去2个缸，原本的3855cc 减去25%，刚好得到2891cc，刚好对应2.9升带2涡轮510匹443磅尺，得到一个响亮的名字 690T。 那么就让我们一起听听这个2.9升双涡轮增压的声音吧。当然呢，这台车是一台顶配，原厂呢是配备了一个陶瓷刹车盘的选配，在这个地方选陶瓷刹车，在北美唯一不好的地方，尤其是加拿大这个地方，就是冬天的时候啊，刹得不太下来。陶瓷刹车是要到一定的工作温度，它才可以达到一个制动的效果。那么冬天冷的时候怎么办呢？你一脚下去会发生什么事情呢？就会抖动。碳纤维前盖和碳纤维顶，这个都是标配。只要你买四叶草，碳纤维顶和碳纤维机盖绝对是标配，而且它用的碳是干碳。这台车选配了一对 Recaro 的碳纤维赛车座椅。当然车主呢用这台车 Daily Drive， 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感觉是可能是下赛道还是怎么样比较猛。这里调节高度的一个键呢耷拉了下来，掉到了下面这个地方，所以我每次调的时候呢，必须得像这样。我觉得是时候带大家去开一圈这个车了。我最讨厌车就是有自动启停这个功能的，就是你一上车过后，这个车有一个很神奇的地方，就是它自动的把空调给你打开，然后自动启停就来了，我就要把这个东西关掉，我很讨厌这个东西。然后播到 Dynamic 不够，瑞士模式，上面写的说 Best race experience with shifter in manual， 就是说要让你手动挡去体验这台车。这台车他自己都知道，但是他不生产手动版，他生产的是一个 8AT 的变速箱，奇妙。意大利人嘛，在意大利诺。
505匹马力，443磅尺的扭矩，真的不是开玩笑。避震呢，进入了一个非常运动的状态，左右的支撑性非常好。我们进入一个弯，我们来试一下。退档，退档。现在防滑是半关模式，就相当于宝马那个 MDM 模式。它虽然显示是 ESC All， 不过它只是一个半关。哇！这个变速箱很快，你普通模式下开，它就是一个8AT， 就是一个非常代步的一台车，非常舒服。如果我不告诉你它是一台后驱车的话，你完全感受不出来它是一台后驱车。但是当它播到了 Race 模式过后，这整个给你的推背感比宝马来的刺激多了。你看 Race 模式下，你感受一下这个加速度是什么感觉？我给你看一下它的油门反应，感受到没有？哇！天哪，太棒了！这台车太棒了！哇，真的，意大利人坐的车，你不要在意它的 infotainment 怎么样，不要在意它是不是这两张座椅支撑性很好，但是因为是碳纤维的缘故，它会有咯叽咯叽的响，你不要在意这一点。Focus on driving。哇，都有点摆动了，这个尾巴超灵活，但是它又不像宝马的那个 F80 M3 一样，就会吓你的感觉。我们这里 roll 进去，啊，出弯，哇！哦，真的，真的，Perfecto Alfa Romeo， 这是每一个男人绕不过去的一台车。哦，在一般模式下，你踩油门，你感觉得像它是一台宝马 M3、F80 M3、F82 M4 这种声浪，有点 a little bit raspy。但是当你打到了这个 Race 模式过后，它的阀门打开过后，这个声浪 ，Man, I love this car。这个声浪很明显的6缸机器声浪，但它不是那种 raspy， 不是那种刺耳的声浪，而是带那一种 a little bit deep tone。比较诟病的一点就是，
这个车给我这么大一个屏，但是我放到倒车档的时候，它居然这么小一点。嘎走。还有一点，这个车比较烦的地方就是，当你按下 P 的时候，它自动的会跳到后手刹给你拉上了。这个呢，也就导致了你下完赛道过后，你激烈驾驶过后，它给你拉上了手刹，对于它的陶瓷盘来说是一个十分大的损伤。宝马如果说它给你的感觉是在弯中有一种手足无措的感觉，因为它的涡轮 kick in 的时候，它是会让你有一种吓你一下的感觉。虽然它是有 MDM， 但是呢，就会你在弯中，你给多油门那一下，宝马是会突然给你来一种那种感觉。但这个车呢，十分线性，就感觉不出来它是一种 turbo car， 你感觉不出来它是有涡轮在里面。它的油门非常线性，你感觉是在开一个油门反应非常好，而且马力是非常大的一台 NA 的车。这个就是法拉利造了引擎的美妙之处。我感觉它的引擎马力没有被损耗太多，得益于它的碳纤维传动轴。它的碳纤维传动轴神奇的地方是在于，宝马是2段，而它是一整根。也就是说，引擎输出的所有的马力直接的传到后面，机耗方面没有太多，才导致了它的油门线性如此的丝滑。当然，这台车呢，我去 dealership 问过，他们已经不再产这台车了。引擎方面呢，法拉利也是说不再产了。所以呢，2024年将会是这台引擎以及这台车最后一年。所以如果喜欢的话，赶紧买。我感觉我要做一件很疯狂的事情，就是我想买一台这个车，但我不知道我老婆答不答应。也许这将是 Alpha 出的最后一款纯内燃机4门性能车。在这个时代的大环境下，内燃机也逐渐的在妥协，慢慢的会被电气所代替。但我决定，在我有能力的时候，我一定要拥有一台。毕竟对于我来说，内燃机永不灭。